最近台湾时隔多年调涨了电价，结果引来了很两极的意见。有人觉得现在物价很高，不该连电费都有涨，但也有人支持涨价，甚至认为涨太少了。这到底怎么一回事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台湾的电价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祺。又到了炎炎夏日，你家的冷气是不是每天都开好开满呢？那在这正值台湾用电旺季的时候，政府也决定从7月1号开始正式的调涨电价，而且平均的涨幅有 8.4%。有人觉得政府不该无视民间疾苦，挑这种全面通膨又最需要用电的时候去调涨电价，还一次涨那么多，也担心到时候电价的上涨会引发连锁效应，让物价上涨的更严重。但也有人认为台湾电价长期以来都太便宜了，早就应该要涨了，甚至呢还有人认为这一次涨得太少，下半年应该还会再涨一次。今天的这集是我们会员福利议题许愿池选出来的题目，要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台湾的电价到底是太贵还是太便宜，真的有需要涨价吗？那这一次的涨价又会造成什么影响呢？在进入正题之前，按照惯例先进一段工商服务时间。提案总是提不过，甚至收到4、5版，好想知道老板跟客户到底要什么。行销提案实战推出7月的限时优惠，把握这个机会上课，让提案更容易过关。这堂课集结了社群洞创办人杰哥多年的提案经验，整理出一套完整的提案结构与方法，教你抓住客户需求，缩短修条的时间，拆解提案步骤，一步步解决卡关的原因。如果你正在为提案苦恼，或未来想要踏入行销广告业界，都可以透过这堂课学习顺利提案的方法。现在就点击资讯栏的连结，把握7月限定的课程优惠吧。在开始讨论台湾的电价是贵还是便宜之前，我们要先来聊聊大家付的电费都是由谁以什么标准决定的。从2017年的电业法修正之后呢，台湾的电价就是由经济部设立的电价审议委员会来决定。这个委员会由5位专家学者、3位工商团体代表跟9位政府官员组成，基本上每半年开会一次，决定半年度的电价。他们会先参考电价公式，主要用成本和预估用电量来计算出每度电的平均电价是多少。然后呢，再考量到民生物价、经济状况、疫情或是灾情纾困等等的其他因素进行调整，才会是最终的电价。那这样子算出来的这个电费，有的时候会让台电有多出来的利润，有的时候则会亏损。所以政府呢就设立了电价稳定基金，去吸收超额的利润，然后在出现亏损的时候，用来补足缺口，让民众最终要付的电价可以比较稳定。那么透过这套机制所定出来的电价，到底是贵还是便宜呢？单就数字来看台湾的电价比绝大部分的国家都便宜。根据统计，2020年呢，台湾工业用电的售价是全球的第6低，住宅用电的售价呢则是全球第4低。而经济部更表示，即便呢7月涨价之后，台湾电价也是全球数1数2低的。但是我们可能很难直接用数字比较就断言台湾的电价是贵或便宜，因为各国的电价取决于很多的在地因素，比如说像是能源出产现有设备、能源的这个转型进度、补助金跟税金等的状况。此外，要认真比较的话，平均收入、物价指数等等的因素也必须要考虑进去。比如说，欧洲电价最贵的德国呢，在电价成本当中有很大一部分是用来推广再生能源。而另外，保加利亚的电价呢，大概只有德国的1/3，感觉便宜很多，但他们的平均收入却只有德国的1/9。那撇开跟各国的比较不说，还有另外一种判断电价是否合理的依据。许多学者认为，所谓合理的电价就是至少要能够反映成本。那如果以这个定义来看台湾的电价确实常常不合理的过低。在2018年、2019年呢，和今年都出现过发电成本高于售价的状况。那这又是为什么呢？目前台湾的电力有80%是燃煤跟天然气发电，而且发电能源高达 98% 是国外进口的，所以照理说电价会受到国际燃料价格影响很大。但是在燃料太贵的时候，中油公司呢往往会先吸收部分的成本，打折卖给台电，而台电也往往呢再以赔本的价格呢去售电，所以就算成本飙涨，也未必会反映在最后的电价上面。有学者认为，这种现象可以追溯到2014年到2016年的时候，当时国际的能源价格大跌政府就多次的调降了电价，更曾经创下了近10% 的史上最大降幅。而到了后来，就算燃料价格回升电价也几乎没有涨回来多少。而在这一次调涨之前，台湾的电价已经连续4年8度动涨了。上一次呢是2018年调涨了部分的用户，但平均只涨了 3%。很多人认为政府之所以不太敢涨价，就是为了顾选票，因为民计呢对于电价波动的反应很大，这个议题也很容易被政敌拿来攻击。像是2012年马英九政府试图调涨电
电价，民进党呢就大力的谴责多数民意也很反弹。那今年换民进党政府打算要涨价的时候，在野的国民党以及各界的工商人士也有很多不同的意见。在涨价消息出炉之后，国民党就非常的反对，认为政府应该要考虑民生需求，动涨电价，也批评民进党是因为废核政策让电力短缺才导致需要涨价。不过普遍认为这次涨价的主因是乌俄战争造成的国际能源飙涨，使得台电的支出暴增，而到了今年4月呢，就累积了亏损800多亿元。而另外这次涨价只有针对用电大户，小型商家住宅的电费几乎都没有涨，而工业用电大户呢，则是调涨了15%。所以有些工商界的大佬也反对涨价，认为政府这样做呢会打压工业，更可能导致企业出走。而相反的，如果维持低价，就可以吸引业者来台湾投资设厂，促进经济的发展。此外呢，也有报道指出，电价调涨可能会造成连锁效应，当企业的成本变高，就可能反映在商品的售价上，导致万物齐涨，加剧通货膨胀。比如呢，台北捷运就表示电费调涨之后，他们1年的支出预估会增加3亿元，所以未来也有可能会调整票价。而尽管如此，还是有不少长期关注电价议题的人支持这一次的调涨。支持这一次涨价的意见认为从长期整体来看，这次涨价的方式值得肯定，也不会造成太严重的后果，反而不涨价的后果还比较严重。首先，他们认为这一次的调涨方式可以让台湾实现用电正义，因为全台呢有60%的电量都用在工业上，而且长期以来工业用电都卖得比民生用电便宜，等于低价卖出去的电多半呢是企业在用，但低价造成的亏损就是全体纳税人要负担。而在这一次调涨之后，工业用电的售价才终于超过了民生用电。他们认为这样子的电价分配呢，不仅比较公平，还可以促进更多的企业去节能，想办法省电，甚至是愿意投资能源转型。另外，包含了像是报道者、天下、金周刊等等的媒体都指出，涨电价带来的冲击其实没有那么大。以工业用电来说，制造业电子业等等高用电产业的电费支出只占生产成本的2% 左右，等于调涨15%呢，只是增加3%的成本。再加上今年的全球呢都在涨电价台湾电价还是比多数的国家便宜。那如果有企业因为电费变高就要离开，其实也不一定有更适合的地方可以去。而在民生用电上呢，全台的这个家户可支配所得当中，电费支出更只占了 0.83%。有媒体就计算出就算以后呢住宅用电调涨 10%， 每户的这个家庭呢1个月大概只需要多支出75元而已。最后有许多专家也指出，长期动涨导致台电严重亏损，使得他们没有足够的资金去积极的投资建设。这样一来呢，就无法用更好的设备更有效率的去发电，而宕机的风险也会变高，导致供电不稳定。那对很多企业来说，只要有一次跳电，那个损失可能就难以估计。所以比起便宜的电费，或许稳定发电这件事情更会影响他们的设厂意愿。而以更长期的影响来说，资金不足呢，也会阻碍台电投资再生能源，让能源转型无法落实，导致台湾只能够继续依赖进口的燃料来发电。而这样子不仅会破坏生态，还会一直被能源大国的状况影响，而无法真正的稳定价格。虽然许多专家支持涨价，但他们还是提醒，这一次的涨价并不会真正解决根本的问题。有报道就指出，依照电价公式计算出来的合理价格，电价呢大概要涨 50% 才能够让台电达到收支平衡。但现在平均涨幅只有 8.4%， 远远不足以去应付这个亏损。所以呢，下半年还是很有可能再调涨一次，调涨的范围也可能会扩大到一般的民生用电。而此外，他们也认为台电售价过低导致亏损的问题已经存在很久了。这一次呢，只是因为能源大涨，让台电的负债真的太严重，才决定调涨。显示出目前的电价政策是被动式的反应，而不是超前部署。那至于如何改善专家也给出了2个大方向：一是电价订定的机制必须要更独立，不能够一直被政治考量给左右；二是发电的结构呢要落实能源自主，比如说停止补助这个石化燃料进口，转而投资本地的再生能源建设等等。我们在这一次查资料的时候呢，真的觉得电价的议题牵涉到非常多复杂的专业知识。那也因为这个议题很复杂，所以要理解起来门槛比较高，所以专家跟民众之间还是会形成资讯落差，导致双方的意见常常会有所出入，而政府也会陷入调选票或者是电价管理失败的两难。但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认为呢，了解电价制定的前因后果非常重要，也认为电价议题不该变成口水战，因为口水战很容易造成对立跟内耗。不过我们有注意到这几年呢，电价议题的公开
害资讯跟讨论也越来越多了。比如我们有看到台电官网上面有一个资讯揭露专区，把收支、发电状况等等的数据都有公布出来，也有很多媒体去分析这些资讯，归纳出台湾能源状况的问题和可以改善的方向。那我们呢也希望尽一份力去把这样子资料呢，还有各式各样的意见尽量整理出来。不过因为这个议题呢还是有点复杂那如果有什么我们没有说到的地方，也都欢迎大家在下面留言补充哦。好的，那最后呢，也想来问大家如果接下来政府要调涨民生用电，你会支持或反对呢？支持让台电呢能够稳定运作，提升效能，长远看来对我们有好处。比不支持现在的这个通货膨胀很严重生活压力很大，政府还是该用其他的方式去调节价格。所以看状况觉得要先知道为什么要涨多少等等的资讯才能够做判断。第其他留言告诉我们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台湾的电价合理吗？此外呢，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看台湾车价以及台铁公司化的讨论。那么今天的这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